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范范，今天给大家现场播报一下，看，成都下雪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成都下雪可是一件刷爆朋友圈大事，和晴好天气底下能够远望西岭雪山一样，这个是成都人的朋友圈必刷的一个大事情。今天我的朋友圈已经翻了好多屏了。这个比地震的时候还让大家更激动，播报的人还更多。熬猪油看起很简单，好像人人都会，其实小事情里面才有大学问。我从我们婆婆那个地方，小的时候我就安围到灶台边上，然后看我们婆婆熬猪油，不仅可以闻一下午的肉香味儿，还可以晚上吃到香喷喷的油脂儿，安逸。我们婆婆熬出来的猪油又香又白，而且呢还可以保存整一年。这一年里面吃啥子面啊、炒素菜啊这些放滴点儿，是香得很。我的个天，简直像举了10个哑铃一样啊，好费手劲哦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炒制它。咋个炒呢？我们首先把猪油里面掺点儿水，你看我现在已经把水都掺进去了。掺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这个水掺进去以后，水蒸气慢慢的上来，才可以把油里面最多的油脂给它煸出来。我们熬猪油，那就是要熬，用水慢慢的来熬它，一定要记得不要火开大了。现在我开的火比较大，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火开大一点，把它烧开。烧开了以后，这个是一个要相当把戏的活路，就是要有耐心，慢慢来。看。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肥腻的感觉？确实。不过等一会儿，等到最后熬出成品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，简直太香了。咕嘟咕嘟的，安不安逸？现在已经炒了20分钟的样子了。这个时候水呢，慢慢的就开始往底下渗了。看看，我们的汤现在是白颜色的，就有点像骨头汤啊这些，不要担心。现在虽然是雪白的，等一会儿水快干的时候，青花亮色的油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给它放几颗花椒进去。花椒进去了过后，它可以跟水两个融合成花椒水，能够起到去腥的作用。有些人喜欢往里面放葱姜，其实我觉得葱姜放进去对猪油的本身的味道的影响多大呢？还是花椒最巴适。成都人肯定是这样子说。现在已经熬了30分钟的样子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和刚才那个乳白色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因为它油脂慢慢的出来了。刚才那个乳白色呢，就是部分油脂和水两个合到一起，然后它们就形成了这种悬竹叶，所以说呢，看起来就像骨头汤一样。
现在慢慢水在减少，油脂慢慢的滴出来了，颜色就越来越清亮了，对不对？舒服啊！这个时候手就不能停了，一定要勤翻，不然的话，有些地方受热不均匀，它就有可能要被炒糊了。火还小点儿，然后手勤翻。你看，这些油壳都浮到面上来了，对不对？青花亮色的油全部都出来了，这个叫土油。他们就把它们揣到包包头的油全部都煮出来了。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一次的油弄起来了。听到这个哔哔啵啵的轻微爆裂的声音没有？这个声音就表明这些油已经差不多了。好。我们这个时候就不用铲子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就用漏勺和瓢杆来把它立起来，看是不是青花亮色的？现在我们把我们最先准备的黄豆放到油里面，不要担心，因为油温现在是100度，刚刚进去，然后这些油温慢慢会让这个黄豆熟了的，黄豆能够很好的保存这些猪油。这个猪油，如果你保存的不好，它就会被氧化。如果氧化了的话，就有明显的喊口的味道，就像我们吃花生、核桃那种，放久了吃到嘴巴里面是一股怪味儿，那这个油就坏了。但是花椒和黄豆都能够保持它的油的品质。这个油放到这个地方，放了这些东西过后，哪怕放整整1年，它都不会出现那种怪味道。这个也是我们婆婆教我的哦。刚才的那个猪油噻，现在已经缩水成了一滴滴儿。油脂儿也不能浪费哦，油脂儿可以有很多的办法来消灭它。等一会儿我们来一起消灭。其实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油脂拌白糖，但是现在想起白糖和油，好像罪恶感有点重。那我们今天还是来一个椒盐味儿的好了。来滴点盐，一滴点花椒粉，好了，最纯粹的椒盐味道。那我们来上一下。都不敢吃多了。小时候那种大口吃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好吃哦。好酥脆。好吃。好香。哎呀，做了听不到嘴了。好久没有吃了这么香脆的油脂儿，接着椒盐油脂儿，只巴适。简直让人停不下嘴。得不得把五斤油都长到我身上哦？